觉得这么讲有点干，造个 BGM。刘宇宁丹东拼车记。前天不是清明节嘛，我回老家了。那天扫完墓之后呢，就跟家里人吃了个饭。我跟家里人吃完饭之后呢，我就想说在路上走一走。你们大家都知道丹东有个地方叫锦江山吧？它是一个公园，自己一个人就去，就是一路走嘛。我走了好多的路，步数的话应该走了3万多步吧。说实话，我确实累得不行了。但是我最后呢又想去一个地方，就是想去江边看看。因为我以前在江边的时候做厨师的时候，在很多饭店里打过工，然后没事也会去江边溜达。去了，然后我就从那个锦江山公园门口出来，因为我实在走不动了，我打个车吧。丹东那边叫滴滴也不太方便，我就打车。这个时候呢，我看有个空车开过来了，我刚一举手，发现我前面有2位女生也在招手，然后呢我就把手放下了，然后他俩就上车了，坐在这个出租车的后排。结果过了一会儿，那个司机就开过来问我说：“小伙，你去哪儿？”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啊，但是其实在小城市拼车这件事是非常平常的。我说我去哪儿都行，你给我拉到江边就可以。他说好，你上来吧。然后我就上去了，我就坐在副驾驶上。那我当天我也穿的比较土日常的衣服，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然后就听后面那排座2个女生在聊天啊。这2个女生是从外地去丹东旅游的，从安徽来的。她就在问说：“哎，那个司机师傅，你们丹东有什么好吃的？丹东的司机师傅、出租车司机师傅都很好，就一顿分享。我这人你知道，朋友们，我这人社恐嘛，我就很少说话。他就是挺能讲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家店在哪儿？我跟我说的，我就想去尝尝了。然后我就快到地方了，就是那个司机师傅给我开了好远啊，他以为我是外地人呢，绕路呢，其实也没绕路，只是说一个大直道，他可以早给我放下，但是他走到其实我们江边的尽头了，给我放下。结果这个时候后面2个女孩开口了，跟我说话了。后面2个女孩说：“帅哥。”我说啊。怎么了？喊我帅哥，朋友们，有很多朋友们在这个行业里混粉圈，说我刘宇宁丑，我不认。这帮黑粉说什么？说刘宇宁长得丑，他的粉丝才说他长得帅，路人都说他丑。你看看，打脸的时刻来了吧？2个路人坐在我后面，根本不认识我搭车的，他叫我帅哥。来，这就是民意，调查，他叫我帅哥，他说帅哥，我说啊，怎么了？没有这么猥琐的嗓音啊，我说哦，刘洋，我只眼神给出去。他说帅哥，我说哦。怎么了？他说那个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吃饭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那个饭店呢，我们2个人就是会点的东西会很少，我们可以多尝尝不同的菜。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吃饭？然后咱们 A 一下。其实我是这样的，我当时心态是2种啊。第一种心态是正常心态，就是因为我不可能去跟他们吃饭啊，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有更重要的事儿，我可能去吗？我一旦去叫人认出来了，你说我是请还是不请？我好歹是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咸鱼代言人、京东代言人、欧蕾身体护理系列代言人、海飞丝代言人、碧浪代言人、中国酷狗音乐代言人，就是身份在这儿了，朋友们。你说这顿饭吃完了，我说行，咱们 A 呀。感觉我在这个行业混得不太好，再加一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不饿，我刚吃完那个拉面，就说我就很礼貌的说不用了，谢谢了。我说谢谢了，我吃过了，我就下车了。一个个都是小馋猫了啊。有朋友说媚眼接触了，谁跟你抛媚眼了？我眼睛这么小，哪有什么媚眼啊？没有啊。有朋友说开推被吓到了吗？开推啊，估计朋友们前2天看我在录开推嘛，开推还好啊，我真的觉得，其实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年我其实没那么害怕了。就是朋友们，我跟你聊的都是一些做艺人的角度啊，包括节目效果。因为我这人就是比较的，做什么事儿呢，都比较相对说在客观当中去做事儿。但是投入其中之后呢，又非常的主观，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从客观角度来说，其实在综艺当中胆子小其实是有综艺效果的你知道吧？是有综艺效果的。他就因为你就是很反差嘛，比如说你看刘宇宁1.9米大个子，然后一到那个节目当中就吓得这个胆儿特别小啊，这个其实是有综艺效果的，是有反差的，是让大家所记住，且是有综艺的点的。但是奈何今年就完全不害怕。我倒也不说不害怕吧，我可能只有20%的害怕，就是这种的，真的啊，可能就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阅历的增长，感觉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了，已经现在是，好像就真的没那么害怕了。有朋友可信度几乎没有，真的今天这个不是搞笑，也不是开玩笑啊。就以前我可能会说，哎，我刘大胆什么的，但今年确实我就是胆子确实大了。所以这也告诉朋友们一个道理啊，就是如果你心里总想着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就能够达成。我总说自己是刘大胆，那最后真的就变成刘大胆了。我总说自己说我有个外号叫做流口水。你看想着莫名其妙坐飞机睡觉的时候就是流口水了。对，说自己不恐高，慢慢可能就是对恐高的那种恐惧也下降了很多。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朋友们，你们我觉得以后在生活当中也是，你要其实也很多困难啊，或者是一些你看似你突破不了的东西，其实有可能是有很大的可能去突破的啊。喜欢看你瞎哭，我现在真的不害怕了，我真的不害怕，不骗各位，到时候你们看节目就知道了，我真的是不害怕。但我当时我就那种不害怕，会让我产生一种怀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我见到那个场景的时候，真的不害怕的时候，我又担心节目效果不好。我说我要不要装一点害怕？但发现装完之后，因为我那个害怕是边笑边害怕，又很假。后来索性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不怕。有朋友说，那你不害怕，咱俩晚上小树林见。我是不怕综艺里的这种 NPC， 但是我还是怕这个地球 online 的 NPC 的。明白吗？这个地球 online 的 NPC 还是有一点恐怖的，不敢去。而且呢，在开推里边呢，就是我确实不是害怕这个NPC， 因为我知道他是人假扮的嘛，因为他最终还是要受到法律，也不是说法律吧，首先去那个节目里去能当 NPC 的，肯定就是就是经过一些背调的啊。就最后如果他真的触犯了法律，是很快可以抓住他的。但是在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里呢，如果我去了，有一个人约我去小树林，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可能就是我是不怕鬼，但是有点怕流氓，不是，有点怕那种歹人。哎，而且小树林那么黑，确实有点抓不住你啊。除了刚才那2部以外，我就不得不提到还有一部叫做《岳林奇迹》的一部剧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歌手刘宇宁演唱的《玉眠》。这首歌呢是来自电视剧《岳林奇迹》的一首 OST， 让我们一起倾听这份美好的旋律。月色蹒跚，寂静的蔓延，烛火烧着再见，困在这深渐来的光环。前2天那个啥嘛，前天不是清明节嘛？清明大家也其实咱家朋友都知道啊，我那个回老家了啊，因为我每年清明都会回老家，然后去扫墓嘛。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这乡音无改鬓毛衰。突然引起诗来了，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反正就回去那什么了嘛，回去扫墓去了。我看咱家朋友挺好啊，就是没有去。我觉得我特别感谢各位啊，就是真的是，给了我很多个所谓的个人空间啊，起码就是没有去到某个地方去堵我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就是还真的是蛮那个什么的，蛮尊重我的，我觉得是挺好的啊，非常尊重我。然后呢，我那天呢，我就其实回老家了。回老家那天扫完墓之后呢，我就跟家里人吃了个饭。跟家里人吃完饭之后呢，我就那天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有一种不知道什么啊，就是一种可能人上了年纪的感觉啊。其实很怀念从小长大的地方，包括以前我在丹东那个城市生活的一些生活过或者是走过的一些路吧。就想说在路上走一走，然后包括去我们家老房子看一看啊。其实那些我就不分享了。然后呢，后来我知道你们大家都知道丹东有个地方叫锦江山吧，就是如丹东人是知道的啊，锦江山公园。它是一个公园，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小朋友都会一直结伴呢到那个公园里去玩。那个公园呢也有动物，有猴山啊，有狼啊，有老虎啊，什么这种的。然后大家小朋友就一块去玩。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山上还是收费的，门票好像是10块钱还是多少钱我忘了，但是我去那个公园基本没花过钱。阳山公园
为啥呢？因为我跟那些小伙伴们，因为很小嘛，上小学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就从后山爬，从后山大山里绕，因为绕进去的话，因为山和山都是相连的嘛，我从山里进去就可以不走那个正门了嘛。不是翻墙，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山和山是相连的，如果我绕一个大圈从后山上去，走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直接走到公园里，不用从正门走。哎，是这样的。好身手不是好身手，就是小的时候都会这样嘛，就是这样就不用花钱了嘛。然后那天呢，我就前两天回丹东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啊。自己一个人就去，就是一路走嘛，我走了好多的路。我那天大概，我觉得步数的话，应该走了3万多步吧。我就去了锦江山了，去溜达了一趟，然后回忆了一下小时候。然后呢，当我出来的时候，说实话，我确实累得不行了。我觉得我脚都要磨破了。但是我最后呢，又想去一个地方，就是想去江边看看啊。丹东鸭绿江边嘛，大家都知道啊。于是呢，我想说去江边看看，去江边看看，然后去看看我以前，因为我以前在江边的时候做厨师的时候，在很多饭店里打过工，然后没事也会去江边溜达，然后我可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上山下海的可不是吗？去了，然后我就从那个锦江山公园门口出来，我就先打车嘛。因为我实在走不动了，我打个车吧。丹东那边叫滴滴也不太方便，我就打车。然后呢，我就站在路边拦车。这个时候呢，我看有个空车开过来了，我刚一举手，发现我前面有2位女生也在招手拦车嘛。然后呢，我就把手放下了。把手放下了，然后那前面那2个女孩就拦下车了，他俩就上车了，坐在这个出租车的后排。然后我就寻思，那我就等下一辆嘛。结果过了一会儿，那个司机就开过来问我说：“小伙，你去哪儿？”其实，在这种，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啊，可能北京、上海差一点，但是北京、上海什么杭州啊这种差一点，但是其实，在小城市拼车这件事是非常平常的。然后他说：“小伙，你去哪儿？”我说：“我去哪儿都行，你给我拉到江边就可以。”他说：“好。”他说：“好，你上来吧。”然后我就上去了，我就坐在副驾驶上。然后呢，我坐在副驾驶，因为当天我也穿的比较土里土气吧啊，也不是说穿土里土气，就正常衣服嘛，日常的衣服，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然后就听后面那排坐2个女生在聊天啊，他就在问说：“哎，那个司机师傅啊，丹东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那个司机师傅，我们丹东的司机师傅、出租车司机师傅都很好，一顿分享，说谁家特别牛，然后谁家特别好，然后说，然后当时我这人你知道，朋友们，我这人社恐嘛，我真社恐，我就很少说话，但是我实在他说的那个有点。他就是挺能讲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家店在哪儿啊？我给我说的我都想去尝尝了。我说那家店在哪儿啊？他就说在哪儿。我说我说他很好嘛，他说好，怎么海鲜新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那好吧，然后我就坐着嘛。然后这个后面2个女生呢就特别健谈，这2个女生是从外地去丹东旅游的，来自哪儿呢？从安徽来的。他就一直跟那个司机师傅说他们是来自安徽的，然后说还考司机师傅呢，说你知道安徽的省会是哪儿吗？我当时坐在车上，我当时也坐在副驾驶嘛，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你只要听到了你就会思考嘛。他就说你知道安徽的这个省会是哪儿吗？当时我在想，安徽的省会是哪儿来着？好熟悉，安徽。对，安徽合肥，但是我知道这个答案嘛，但是我不能回答嘛，我整得像我机智问答说，请出题，安徽的省会是哪儿？然后我在前面抢答了，我说合肥，那也很奇怪，所以我就没说。但是那个司机师傅呢，就半天没答上来，说安徽省会是哪儿？我还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然后后面那两个女孩说，是，你看，那你知道黄山在哪儿吗？黄山你知道吗？哦，司机师傅啊，黄山我知道，黄山我是肯定知道。然后那两个女孩就自己吐槽说，哎，我们是安徽的啊，但是你看我们是安徽的，很多人知道黄山都不知道那个它的省会是哪儿。我就这个时候我这个小帅哥在前面也没说话嘛，我就继续坐车往前走，然后我就快到地方了，但就是那个司机师傅给我开了好远啊，然后给我放，我就说，因为我知道，他以为我是外地人呢，然后他说那个。就说意思，小伙儿，那个我江边我给你放边江边你去哪？我说我去哪儿都行，其实在一个那个司机脑子里是很奇怪的，因为他就知道去哪儿都行。如果你是本地人，你肯定知道去哪儿，或者你去哪个饭店。因为我当时的目的就是想要去到江边，在江边走走，我其实他给我放到哪儿都行。然后呢，绕路嘛，其实也没绕路，只是说一个大直道，他可以早给我放下，但是他走到其实我们江边的尽头了，给我放下。我说没事儿，然后呢，我就给我放下了，临下车，我说因为我知道在哪儿嘛，我看快到江边，我就跟师傅说，我说师傅你就帮我放这儿吧，给我把这放下吧。他说我给你开到前面吧。结果这个时候后面两个女孩开口了，跟我说话了。他说那个后面两个女孩说，帅哥，我说怎么了？喊我帅哥，朋友们，你看看，朋友们有很多朋友们在这个行业里混粉圈里说我刘宇宁丑，我不认，因为他们这帮黑粉说什么说刘宇宁长得丑啊，喜欢他的说他长得帅的都是他的粉丝，他的粉丝才说他长得帅，路人都说他丑。你看看打脸的时刻来了吧？两个路人坐在我后面，根本不认识我搭车的，他叫我帅哥。这就是民意，这就是民意调查。他叫我帅哥，他说帅哥，我说怎么了？但是我没有这么猥琐的嗓音啊，我说我没不是这样的，我说他说帅哥，我说怎么了？当然也没有这样了，我就是开玩笑啊。他就说帅哥，我说他说那个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吃饭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那个饭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会点的东西会很少，比如说点多了的话，我们可以多尝尝不同的菜，但是如果只点我们两个人去，可能点个2个菜就够吃了，就浪费。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吃饭，然后咱们 A 一下？他要跟我 A， 朋友们，他要跟我 AA 制，他要给我。我当时其实我是这样的，我当时心态是2种啊。第一种心态是什么呢？第一种心态是正常心态。什么叫正常心态呢？就是因为我不可能去跟他们吃饭啊，我只是觉得这事好玩。第一我不可能跟他们去吃饭。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有更重要的事儿，我不可能跟他们去吃饭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因为我就是他就是说我也不可能。第二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正常的思维嘛，就我不去啊，我不可能去，我可能去吗？我一旦去叫人认出来了，你说我是请还是不请？我好歹是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咸鱼代言人，京东代言人啊，欧莱身体护理系列代言人，海飞丝代言人，对不对，朋友们啊？碧浪代言人，酷狗中国酷狗音乐代言人，对不对？我毕竟是就是身份在这儿了，朋友们。你说这顿饭吃完了，我说行，咱们 A 呀。感觉我在这个行业混得不太好。咸鱼说了吧，咸鱼，
镜头也都说了啊，没有我落下的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我得请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是两个人，我又素不相识，我就请人吃饭，我就觉得心里很亏。再加一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不饿，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去那个济阳山之前，我刚吃完那个拉面。于是乎呢，我就拒绝了他们，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呢 ？AA 制，我可是很多品牌的代言人，你跟我 AA 制，你知不知道有很多我就随便直个播，都有人邀请我去小树林儿。我开玩笑，什么东西小树林儿，莫名其妙的。我的意思就是。还让我出钱，不可能！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了啊，所以后来就拒绝了。我就说我就很礼貌的说，我不用了，谢谢了。我说谢谢了，我吃过了。那个行了，那你们那个在丹东玩的开心啊？我忘了我说没说这句话了，我好像就说了。但是我心里是那么想的，因为来我们老家去旅游，我当然都是欢迎的嘛。然后我说那个。我说我不去了，谢谢。那个我刚吃过了，不饿啊。然后我就下车了。有朋友说真不是粉丝吗？那怎么可能是粉丝啊？怎么可能是粉丝？肯定不是啊！因为人家这个纯是偶遇，打车人家坐在西安上的车，然后我能不能上车都是不一定的，不是粉丝。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只有粉丝才能叫我帅哥，对不对？啊？你还质疑了？真不是粉丝吗？啊，真不是吗？我不信路人能管你叫帅哥，是这意思吗？有朋友说那个什么，说竟然没认出来你，没认出来很正常，很正常，朋友们，因为我日常当中，就是各位在舞台上可能看我画的跟个鬼似的，像一个艺人，但是我私底下就特别素啊，我觉得一看就不像明星，特别土。特别素啊，其实我能当明星，纯粹就是这个祖坟冒青烟了。是的，有说宁哥，你去江边有人认出来你吗？没人认出来。而且那天其实我很开心啊，就是我好像就是我去了很多地方嘛啊，就在丹东那个城市，因为我自己就想，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想干嘛，但是就是觉得好像离家那么多年了，然后就是想回去看看，然后还有一些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然后都已经变样了，然后想回去看看而已。然后那天我还在，而且那天是这样的，因为我真的很多年没有坐公交车了，我好多年没有坐公交车了，朋友们。那天我回丹东还坐了一个公交车啊。我不知道，因为就是现在出门，要不就叫车嘛，要不就叫车，要不就是自己那个团队开车嘛，或者是别人那个就是任何工作上都是有人安排坐车这件事儿。然后呢，那天回去我就想说，我坐公交车去逛逛，感受一下，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你已经和这个不是说和时代脱轨了吧，就是你，因为我确实好多年没有坐公交车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也很少坐，可能坐地铁多一些，对吧？但公交车很少坐，有朋友肯定是的。然后呢，我那天就坐着公交车，上车之后呢，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坐公交车是1块钱，1块钱就坐公交车嘛。但是现在大家都没有现金嘛，然后我就上了车，我肯定也没有现金嘛，然后我就上车了。上车之后呢，我还在想呢，我说怎么办？我没钱，没有零钱，怎么投币啊？难道坐公交车也要扫码付款吗？也要扫码付款吗？刷卡，我没有卡呀，我没有公交卡呀，对吧？我就是，然后呢，我说有朋友不会扫码，不是不会扫码，扫码肯定会啊，我超市还是逛的好不好？我还是没有脱离生活的，我只是说好久没坐公交了。说扫码乘车，我说好呀，我想的就是跟那个超市啊，跟我们平时买衣服啊，买什么那个食品什么付款是一样的，买菜付款是一样的，扫码付款嘛，上车有个二维码一扫付钱嘛，我就以为这样的嘛。结果我一上车之后，当时我就那个师傅我就问师傅，我说那个师傅怎么付款？
哦，他愣了一下，看我一眼，他估计说：“小伙你装什么？你意思你平时开车啊？看你长得跟个电工似的，还不会坐公交车，你还在那儿整的像你第一次坐公交车，还问怎么付款？”因为是怎么刚好巧的是什么呢？是我前面都是老人，前面是3位老人，那3位老人都刷的老年卡，然后他们就没付款，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付嘛，然后他又说，他说那个什么，那个弄乘车码，我说什么乘车码？什么乘车码？他说那个他就也不耐烦，他一边开车一边说，就是那个小程序搜乘车码。我说于是我就站在那个付款的地方搜了个乘车码，然后研究了半天，我大概知道，就是现在很方便，因为那个以前我们投币那个东西都是像也跟超市一样扫码扫码就是给你出示个2维码一扫，它就直接扣费那种的，但是你要授权什么自己的那个有朋友说跟我回家一样，什么乘车码？是，确实很久没坐公交车了啊，但是打车一般我去哪儿还都打车嘛，对吧？但那天就是我还当时我还觉得很新鲜，我自己还录了个视频，我那天录了个自己坐公交的视频，你看给自己开心的。对，我以为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啊。有朋友说没座吗？有座，但是没去抢。我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毕竟朋友们，我跟我的任何身份什么是我从事的行业职业没关系，但我毕竟是一个帅哥。像我们这种帅哥，就是有一种什么呢？一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男子气概。我当时我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我面前刚好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上车之后，我就站在一个人前面嘛，我眼看着他就是到站了，他要下车了，我就站在那儿，我眼看他要下车了，这个时候我想说，那我要不要坐一下呢？如果我坐下的话，我就坐远一点，我就可能坐到那个公交车总站去感受一下，我就站着嘛，然后我看我前面眼睁睁那个女的是个阿姨，她起来了。他准备要下车，那我寻思他下车我就坐这儿呗。我刚就是这个念头刚动，就听旁边2个人，其中一个女的跟另外一个女的说：“哎，你过去上那儿坐，你过去上那儿坐去。”我往右一看，是2位，也不能说阿姨吧，姐姐吧，啊，50来岁啊，2位姐姐。其中一个姐姐跟另外一个姐姐说：“哎，那个人下车，你上那坐，上那坐，因为那个座就在我前面。”我就看了他一眼，看了一下那个座位，于是我就帅气的左转走到了后面。朋友们，朋友们，那一刻，朋友们，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真的帅爆了，朋友们。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帅爆了，可能我平时有10分的帅气，但那一刻把那个座位公交车座位让给那位姐姐的时候，我觉得我帅爆了。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太帅了。有朋友司机说哪来的傻大个搁那站着不坐？行吧，从小就是一个很帅气的人。就是我觉得就是给人让座或者不去坐那么一个座，因为我觉得我不坐那个我可能累不死，所以还不如就觉得自己很帅气，把那个座位让出去。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就这么装。我是那种
就是我们丹东有一句，也不知道是不是丹东的老话，叫做瘦驴拉硬屎。你们听过这个歇后语吗？就是形容一个人，你说你这个人的总是瘦驴拉硬屎，就是我们丹东有句话叫辣硬，就是我是一个辣硬的人。没听过是吧？没有，南方没有啊。拉硬屎就是那个形容什么？形容这个人强撑。强撑就是比本来已经承受不了了，但是他去强撑，他就必须要那个面儿，要那个劲儿，就是形容这个意思啊。逞强啊，逞强，有点这个感觉啊。打肿脸充胖子，有点这意思，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啊。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比那个，因为打肿脸充胖子有点贬义，但是那个瘦驴拉硬屎就是有点调侃，但是不是贬低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有点那个意思，差不多那意思，对，就是这个啊。逞干巴强也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就是从小我就那样，但我没想到这层说跟阿姨抢有点。我刚才你说完之后，我突然想，如果我抢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啊？我如果抢完之后，他肯定会指着我的鼻子说：“小伙啊，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帅气，你是不是帅哥？你不能让你家阿姨做吗？”我当时肯定，他一叫我帅哥，我肯定就无法抗拒，我就站起来了。结局也是倒给他他肯定说小帅哥那个什么，你这么年轻，你给阿姨做呗。我肯定，他一说帅哥，我肯定当时就受不了了。我当时扛不住这么真诚的赞美，我肯定哐哐我就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之后，那座位最后还是别人的。其实归根结底只是骗了一句赞美而已，我觉得没有必要咱们别那么的虚荣，是吧？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如果我就地坐，他说帅哥你给我让我坐呗，让我坐呗。我说不就不凭什么给你坐？如果这个事儿真发生了。我要是被他印出来了，被他拍下来，把发到网上，他直接举起手机，把我刚才那个说凭什么给你做，我先做的，我凭什么让给你，把这一段拍下来了之后给我发网上，无论这个事儿是对是错，我都会成为娱乐讨论的，就是这个高点。我说的这个高点有两个词，第一是被人贬低的那个高点，第二是什么呢？是被人当作高点贬低的高点。所以为了一个座位被人骂不善良不谦让，我觉得犯不上，内心戏很足。是要不怎么干演员了嘛？要不怎么干上演员了？得当演员呢，你内心得非常的丰富要不你怎么去诠释好一个复杂的角色？有朋友说此时此刻应该放一首座位了，什么意思？当时如果阿姨坐在那儿之后，我当时不帅气的转身走到公交车的后面，难道我要站在阿姨面前给她唱一首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他的是要这样子吗？有朋友说车上没人认出你吗？帅哥，你看看，正常你要是跟我提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你了。但是你在问我在刷屏的时候打字的时候加上帅哥两个字，这一刹那我就一下就进入我的眼睛里了。人家是眼里不揉沙，我是眼里容不了帅哥这俩字儿。你刚才说你看眼睛都大了。开玩笑了啊，开玩笑了，就是真没人认出来我我都说了，我日常当中是很素人的一点明星气质都没有，特别土。看看腹肌吗？帅哥看就一下就看得很清楚。有朋友说热搜10了，帅哥，真的假的？有朋友说热搜10是假的，但是帅哥是真的。好的。